我发现了一份官方尚未公开的《旅游大亨2 Meta World》游戏说明书。这份说明书是官方在昨天才写好的，而且因为还没正式公开，所以说明书里面有一些内容是还没完成的。比如现在 Meta World 这个章节里面就没东西，只有办公室介绍首页的各个功能，以及桌游介绍大富翁玩法这两个章节是有内容的。不过资讯已经相当丰富，今天就要来介绍这些抢先揭露的游戏资讯。在进入游戏后，映入眼帘就是我们的办公室，可以看到自己的角色化身。那画面上也有很多按钮，就来一一介绍。首先从左上角的按钮开始，第一个是玩家资讯，点进去后就会显示自己的游戏概况，像是奖杯、赛季、牌组、不动产资讯等。那其中比较重要的会是证书等级，在画面左边可以看到角色旁边有一个 C 减的评级。根据官方的说法，这个评级会随着角色等级的提升，以及在游戏中投资的金额，也就是所花费的游戏币多寡，来提高自己证书等级的评级。评级越高，就能获得更多的奖励跟优惠，也能解锁某些游戏功能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是持续有在玩游戏的玩家，应该是不用太担心这个评级的机制，毕竟玩大富翁也需要入场费，就可以去累积你的投资消费金额。第二个是通行证，这个东西应该也是现在所有游戏都有的标配了，相信大家也不陌生。透过每日登录可以获得10个点数，或是游玩1场获得5个点数，累积点数就可以获得丰富的奖励。下面的普通通行证是免费解锁的，但是上面的至尊通行证要花170元台币购买。那通行证在大部分游戏里 CP 值都是蛮高的一项商品，如果之后有打算储值的话，我想可以先从至尊通行证入手。第三个是里程点数，当你在游戏中花费水晶或钻石时，就可以累积里程点数。那里程点数也是可以来兑换奖励。画面上显示的奖励是水晶，另外是在游戏的胜利奖励页面中也有看到可以获得里程点数。不过毕竟画面只是示意图，所以实际上奖励什么的都还不确定。目前确定的只有是透过水晶跟钻石花费来累积里程点数。回到主画面，再将目光转向右上角的货币。在之前的影片我有介绍过，游戏中一共有金币、钻石、水晶、Meta Cash 这4种游戏币。那官方在说明书中也有对这些货币简短进行介绍。金币是可以在游戏内获得的重要财货，主要用在大富翁与角色卡升级。大富翁的话就是会需要金币作为入场费，然后获胜时可以获得金币。是可以在游戏内购买道具、抽取角色卡、立即建造不动产建筑物、购买建造时间缩短票券等等，是在大富翁与 Meta World 上主要使用的财货。钻石的获取方式只是透过通行证以及排名奖励获得。水晶是在游戏内认购、拍卖、购买不动产、抽角色卡、角色卡增阶、变更被动技能等的财货。不过水晶的获得方式只能在冠军频道或是透过 Meta Cash 兑换获得，而 Meta Cash 是游戏内最高级的一种货币。在 Meta World 中，不动产的交易跟奖励一般是用水晶来计价，但如果是价值1000水晶以上的不动产以及自己的证书评级达到 A 级的话，就可以改为使用跟获得 Meta Cash。因为 Meta Cash 可以跟加密货币 ITU 互换，所以看起来官方对水晶跟 Meta Cash 的获得上还蛮严苛的。一般玩家主要是以金币跟钻石为主，比较高阶以及想要赚钱的玩家才会进一步去用水晶跟 Meta Cash。再来介绍的是左下角的功能，首先是商店，这个应该不用多说，就是可以购买各种道具以及储值买礼包的地方。然后是造型衣柜，这个服装的页面应该也很一目了然，就是打扮自己角色的地方。那官方是说，如果抽到了一样的服装，会自动转换成里程点数。游戏中也有成就系统，分成新手教学、一般、桌游跟不动产4类，完成成就时就可以获得奖励。那最重要的还是在角色卡左下角就有牌组跟抽卡的按钮。接下来就来继续介绍这部分。角色卡主要是透过抽卡取得，点进去后可以先选择卡池，有些是要花金币，有些是要钻石或水晶。那能抽到的卡片奖项也不太一样。以画面上这个传奇召唤为例，大奖是传奇卡苏菲，不过也不代表一定能抽到苏菲哦。这个50水晶的10连抽只有保底必中至少1张稀有卡而已。而且因为传奇卡可以被铸造成 NFT， 所以右上角可以看到苏菲卡只有限量1000张，感觉是蛮难抽的。不过这也只是因为传奇卡跟 NFT 的价值比较高啦。如果是一般的角色卡，目前卡池内的角色数量不多，在获得上应该都是蛮容易的。角色卡比较需要花时间培养的，会是在后续的升级升阶上，可以花费金币升级提升角色的被动技数值，或是使用角色回忆升阶，增加角色主动技发动次数，降低技量条的要求量，还能解锁被动技的技能。
官方这里也有放上一张表格展示升阶后对角色的加成。不过其实每张角色的计量条要求量都会不太一样，这边可能只是官方随便抓了一张角色当范例，所以当做参考就好。不过在技能发动次数上，升到3星、5星、6星时各多一次发动次数，以及最高等级限制。1星角色最高只能升到5级，2星最高10级，以此类推。这两个参数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是全部角色都通用的设定。那什么是角色回忆呢？角色回忆是当抽卡抽到重复的角色时，会自动转换成该角色的碎片。不同稀有度的角色升阶时需要消耗的回忆碎片数量也有不同。像是普卡因为很好抽嘛，所以需要的回忆碎片就比较多。比较有趣的是，表格中能看到角色升到1星需要花费10个回忆碎片，但是角色一抽出来之后，不就直接是1星了吗？所以这里的升到1星其实就是购买角色的意思。比如说商店有在卖的华生成长资源礼包会给你华生的回忆碎片，那如果你没有抽到华生角色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花10个碎片购买，然后再继续花20个碎片升到2星，以此类推，就会让角色卡的取得不再仅限于抽卡。而且游戏中还有一个设定，当同一个角色的回忆碎片已经达到上限，也就是足够升到6星的数量了，你之后如果再获得它的回忆碎片，就会自动转换成角色点数，可以把它换成其他角色的回忆碎片。所以如果你是无氪玩家，只能用金币一直抽普卡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普卡只要一直抽下去，累积回忆碎片，满了之后继续累积角色点数，就能换到更高稀有度的史诗角色。大家可以善加利用这个设定来获得心仪的角色。在主画面右下角点选开始游戏后，就可以进到大富翁的选择频道页面。越高级的频道会有更高的 cost 值限制，能带的角色卡也越多，会有更高强度的竞争体验。那入场费也是会越来越贵。冠军频道的话，要花1张冠军频道票券才能进场，这个应该就是要花水晶购买。地图也是会随着频道不同，从一开始的5×5，逐渐扩大到跟旅游大亨一样的8×8。不过目前看起来是只会先出纽约地图跟首尔地图。上次介绍的世界地图要等之后才会有，然后8×8的地图会有一个太空洞的特殊地块，抵达时可以选择铜牌地区移动。那在游戏中的输赢都会影响到自己的奖杯，当累积到一定奖杯，就会自动解锁更高级的频道了。如果奖杯不够的话，也可以使用财货直接花钱解锁。不过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啦，其实只要你一直有在玩，然后胜场大于败场，奖杯就可以一直累积上去了。而且频道一旦解锁之后，奖杯如果又掉回去，是不会再次锁起来的，就只要达到门槛过就好，所以是不太需要花钱去立即解锁频道。只是要注意一下，各个频道的最上面都会显示一个可获得的奖杯数量，可能是怕玩家一直在前面的频道虐菜吧，所以对频道设下获得奖杯限制。如果已经达到上限的话，你继续在这个频道玩，就只能获得金币，无法累积奖杯了。不过我比较不解的是，连最高级的专家频道都有设下4000奖杯的限制，这样对于高阶玩家的晋级会不会有影响呢？也顺便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排名系统。在游戏中有分为赛季排名跟奖杯排名。赛季排名是依照你在大富翁获胜时获得的金币量来进行排名，因为入场费的机制就双方都拿出这笔钱，然后赢家全部拿走这样，所以在越高级的频道获胜越多，在赛季排名也会来到更高的名次。奖杯排名的话就很简单，依照当下累积的奖杯数量进行排名这样。然后还有一个名誉殿堂会记录各个赛季排名前1000名的玩家。选择完频道后，接着就会进到大富翁的游戏对战。这部分的玩法在上一集影片都已经介绍完毕了，所以只有要做补充的一点内容，就是在机会卡的部分。官方表格有把所有机会卡类型跟效果都列出来了，包含在商店才能购买的机会卡，一共是有这6种。那商店卡的出现也会跟游戏频道有关，越高级的频道出现的商店机会卡种类越多，也会影响抵达商店时会出现几张机会卡，提供挑选购买。以上就是这份官方说明书办公室跟桌游2大章节的重点分享。游戏再过5天就要上市了，希望官方早点把 Meta World 的资讯也释出来啊，届时也会来制作影片分享。想要追踪旅游大亨2 Meta World 之后的更多消息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巴波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